上一期中说到，路飞在囚犯采石场兔井中遇到了基德，与基德一起在兔井中进行强制劳动，顺便收拾了兔井的副看守长河马哥，救下了一位个子小小的老爷子。注意，这个老爷子是后面剧情的重要人物。花之都山治的面摊前聚满了人，而且大多数都是女人，不得不佩服山治的撩妹功力。弗兰奇和罗宾还在嗦面条，乌索普也加入到其中。弗兰奇看了看四周，虽然面好吃，但怎么吸引过来的全是女人？做点下酒菜吸引武士不好吗？山治一脸鄙视，你懂得个蛋，老子生来就是为女士服务的。这时从人群之中走过来好几个地痞流氓，一看就是喜欢惹是生非又不太抗揍的那种人。人群中议论纷纷，有人说那些地痞来自狂死狼一家。狂死狼？罗宾一愣。前几日他作为义机参加过一个聚会，服务对象就是一个叫做狂死狼的武士。他在喝醉酒之后大骂大蛇将军是个胆小鬼，看起来应该是个实力不凡而且极其傲慢的人，没想到还是个黑道大哥。几个流氓走到山治的面摊前，连威胁带恐吓，没想到山治根本不上道，理都不理他们。流氓们对视一眼，向山治讨要保护费，没有保护费可就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。山治轻松地说道，我很强，不用你们操心。避开三个流氓，山治将煮好的面递到一个小女孩的手中。几个流氓倍感丢脸，恼羞成怒，一脚踢翻了山治的煮锅，又打翻了小女孩手里的面。奇怪的是，这个小女孩真是哈哈大笑，一边笑一边擦眼泪，像个疯子一样。浪费食物，对女人动手，伤害伙伴，这是山治最愤怒的三件事。山治看着翻倒在地的煮锅和流了满地的汤面，脸色瞬间沉下来，哐哐几脚就将他们踹翻。弗兰奇一看山治动手了，表示很激动，抓住其中一个流氓跳上空中，直接一招金属背桥摔，将对方狠狠砸在了地上。山治和弗兰奇收拾掉了两个流氓，另一个则慌忙逃走，跑去叫人，你们有胆子别走，等我摇人过来。这种事情想也不用想，过一会儿肯定会有更棘手的人过来找茬的。不过山治等人一点也不慌，你还能把凯多找来？乌索普表示赶紧吃口面压压惊。山治将余下的面条煮熟，给这个又哭又笑的小女孩端过去。小女孩吃了一口，一边大笑着一边流下眼泪。小女孩自我介绍说自己叫护子。前几日乌索普贩卖号称包治百病的蛤蟆油时，护子向乌索普打听到这种药物真的什么病都可以治吗？乌索普发挥自己的吹牛皮本领，打保票似的说道，无论什么病都可以治。总之这个小女孩看起来奇怪又可爱，惹得山治等人也很开心。护子将面汤喝得干干净净，将碗还给山治后，表示自己还有工作，马上就要迟到了。他是秃童，是在都城花魁左右服侍的人。护子告诉山治等人，今天是花魁巡游的日子，花魁非常漂亮，请山治等人务必要等在街上观看。一听漂亮二字，山治立刻蹦了起来。所谓花魁指的是和之国的顶级偶像，超级巨星。目前和之国只有一位，名为小紫，她是男人们的憧憬，女人们的精神领袖，教养极高，美貌倾城，气质高雅。弗兰奇摇摇头，怎么可能有这种女人？罗宾的师傅很鄙视地看着弗兰奇，不相信的话就自己去看一看吧。街巷的尽头传来一阵阵欢呼声、喝彩声、鼓乐声，那就是花魁巡游的队伍。今天大蛇将军要在城内设宴，花魁要穿过花之都的街道，前往大蛇城赴宴。罗宾的师傅说着说着，突然扬起一把鲜花，同样是美女，罗宾也被邀请参加大蛇城的宴会。罗宾自然很高兴，他跑来学习义机，就是为了接近大蛇，打探情报的。刚刚还空无一人的街道，这时候突然围满了路人，夹道欢迎花魁小紫。美女就是美女，浑身散发出来的光让人无法直视，男人看了会流泪，女人看了会心碎。山治、乌索普、弗兰奇挤在人群中，脖子都快要伸断了，还是没看到花魁小紫。这三人已经急不可耐，就差冲出去直接扑小紫身上了。与迫不及待的三人完全不同状态的是，他们身后一群一边流泪一边举刀的男人，看上去似乎和小紫有什么深仇大恨。其中一个人拿着刀，浑身颤抖，他说道，我一定要杀了那个女人。其他人立刻跟着附和回应。奇怪，小紫和他们完全不是一个阶层的人，他们能有什么恩怨呢？弗兰奇和乌索普试图阻止几个人，但是完全没用。这时小紫的护卫奔过来，手中大刀挥舞，很快将这几个持刀者放倒在地。其中一个光头老头挣扎着爬起身，看着小紫慢慢远去的背影，他陷入回忆之中。在遇到小紫之前，这个老头也是一个经常出入花柳之巷的潇洒哥，仗着自己有点小钱，左拥右抱，寻欢作乐。直到有一天遇到了倾国倾城的小紫，老头子立马沦陷了。小紫平易近人，丝毫没有那种高贵美女的高冷骄傲。她哭着和老头哭诉，切身要一生一世和你在一起。
与其在大蛇将军的身边对他言听计从，不如请您为我赎身吧。可是妾身的赎金堪比天价，赎身大概是黄粱一梦吧。老头子上头了，哪有人会对美女的流泪不动容呢？他变卖家产，四处讨债，最终凑足了给小子赎身的定金，而这还远远不够。小子告诉老头子，想给自己赎身的人还有很多，言下之意就是催促老头子继续掏钱打赏。老头子被小子的花言巧语蒙骗的鬼迷心窍，最后搞得妻离子散，家底也被掏了个空，买药的钱也都掏出来交给小子。老头子还整日做梦和小子白手起家，白头偕老，二人过着一穷二白，靠甜言蜜语度日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老头子再次来青楼寻找小子，被青楼那些小哥哥小姐姐们无情嘲讽。大家都说，看呀，就是那个人傻钱多，色欲熏心的榜一大哥，他终于被榨干了。老头子丝毫不理会这些嘲笑声，他们都是凡夫俗子，根本不能理解自己和小子感动天地的爱情。小子从房间里慢慢探出身子，一边抽着烟，一边用极为冷淡的声音说：“你的那些钱不是都送给妾身了吗？妾身全都花光了呀，谢谢你了哟。驴牌挎包很漂亮，杨树林的高跟鞋我也很喜欢。”周围的人笑成一团，这个大傻叉还真以为小子爱上他了，也不照着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图你什么？图你岁数大，还是图你不洗澡？老头子这才发现自己被小子给耍了，他想哭想嚎想打滚都没有用了。黄四郎走过来，挡住了老头子看向小子的目光，一脸厌恶地说道：“你就是那个最近一直缠着小子的糟老头子。”老头子一看黄四郎就傻了，谁不知道黄四郎是花之都的黑道老大，谁敢在黄四郎面前耍无赖？不用黄四郎动手，他手下的小弟们一拥而上，将老头子痛打一顿，赶了出去。这就是一个榜一大哥和女主播的凄惨爱情故事。除了榜一大哥，还有榜二、榜三、榜四，他们前赴后继，在给女主播小子送钱的路上勇往直前。会议结束，老头子看着眼前寻迹的小子，痛哭流涕。直到现在，他还完全无法接受自己和小子的爱情是一场幻觉。这就是京都头牌小子，他的秀发高高盘起，浓妆淡抹，一身华丽锦绣，浑身散发着高贵典雅的气质。山治、弗兰奇和乌索普看到小子一眼就激动得浑身发抖。好在娜美平时对他们的零用钱管控很严格，否则保不齐山治、弗兰奇、乌索普就会成为榜5、榜6、榜7。那些曾经给小子送钱刷礼物的人跪倒在地，大骂小子是个负心的贼女，嚷嚷着让小子把钱还回来。小子微微侧头，冰冷地回应道：“居然来要送给我的钱，真是丢脸至极。对于妾身来说，男人都是送钱的狗，没钱就没有价值了。”小子话音刚落，一群打手就围了过去，以大蛇将军的命令将这些人流放。花之都是个富人区，没有钱的人就被剥夺了住在花之都的资格，只能被赶出去住酒里、住简陋村，天天喝有毒的水，吃捡来的食物。被山治和弗兰奇殴打的流氓跑回家里去找主子匡四郎。匡四郎在仆人的帮助下换上了一身新衣服，他要去参加大蛇将军的宴会，现在可没工夫给小弟们解决纠纷，要不然你们就去找奎因吧，让他派个杀手过去。囚犯采石场，路飞依然在奋力地挥舞锄头劳作，有2个牢犯靠过来想和路飞拉拉关系，毕竟这小子这么强，在监狱里认个大哥也是好的。路飞表示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段位的，滚！头一天被路飞救过的老爷子来到路飞面前，双膝下跪表示感谢。路飞掏出一把口粮兑换券塞给老爷子，不吃饭可没有力气啊，拿去花。老爷子赶忙摆手表示万万使不得。路飞直接塞进老爷子的手里，老爷子感动的四体横流，一边鞠躬一边退了出去。路飞继续劳作，突然砰的一声，忍者雷藏一个瞬移来到路飞身边，他悄声告诉路飞，海楼石手铐的钥匙已经找到了，不过看守极为严格，而且他被锁在一个海楼石的盒子里。雷藏自信满满的告诉路飞，自己一定会拿到钥匙，只需忍耐片刻就好。路飞点点头，雷藏又砰的一声原地消失。路飞继续玩命的干活，这时从路飞身后靠过来一个佝偻身影，路飞回头一看，满脸厌恶和鄙视，卡里布。卡里布是在香波地岛登场的一个凶残卑鄙的海贼，有人岛偷袭路飞一伙人失败，后来被贝克穆斯一拳头撂倒，辗转漂流到了新世界，顽强的活了下来。本来生活趋于平静，却不幸的遇到了德雷克，被德雷克打败，送到了和之国，关进囚犯采石场做强制劳动。卡里布一脸羡慕的靠近路飞，老爷你可真能干呀，要赚多少团子呀？路飞不等卡里布继续说，直接回绝了他，我是不会给你团子的，你真的烦死人了。卡里布应该是吃了沼泽果实，厚脸皮形态，抓住路飞这棵大树，恨不能跪舔。他说道：“我和老爷是什么关系啊？试着给我一些团子吧。”路飞理都不想理他，卡里布就厚着脸皮贴着路飞不放。
老爷，我比你来这里的时间长，什么情报我都能提供，只要给我团子，我就可以做你的小弟哦。你是要那个对吧？越狱也带上我吧。索隆和路飞等人走散后，一个人出去，又是旅游又是喝酒，好不快活。这回又跑到赌坊去赌钱。以前还不知道索隆有赌钱的癖好，大概是受到大将藤虎的影响吧。索隆利用自己的见闻色霸气，无论怎么赌都会赢。和索隆一起旅行的是一个大胡子大叔，笑呵呵的样子一看就特别喜庆。索隆将赢的分给大叔一部分，当做是大叔请自己吃寿司的报酬。索隆赢了这么多钱，招来了赌场庄家的愤怒，于是他们略施小计，合伙出老千坑索隆钱。但这点雕虫小技怎么可能逃得过索隆的眼睛？索隆将全部家当押上，就当做是给庄家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庄家丝毫没有感受到危机的来到，还在不知死活的出老千。索隆怒了，拍案而起，一招无刀流揭穿了庄家的骗局，把庄家吓得哇哇大叫。大胡子大叔拦下索隆，劝他不要再继续伤人。索隆听了劝，拿回自己的钱后，和大胡子大叔一起上路。大胡子大叔自称老康，住在简陋村。一路上，他滔滔不绝地和索隆聊天，把索隆搞得十分厌烦。老康凑到索隆身边，直夸索隆长得真帅，女孩子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二人走着走着，来到了简陋村外面。老康热情地邀请索隆到家里做客。解放门这边成功地缴获了一批武器，另一边，旺达和加洛特潜入到敌军的粮仓里，为袭的同胞们偷取粮食。他们将粮仓洗劫一空，临走时还留下了一张纸条：头山盗贼团参上。这是解放门的一个计谋，如果想让阿修罗童子反抗凯多，就必须两边互相刺激一下，挑起阿修罗童子和凯多实力的斗争，这样警方才有机会将阿修罗童子重新召回。另一边，弗兰奇向自己的工头打听关于凯多宅子的设计图。这个工头曾经给凯多盖过房子，长有设计图纸，如果能把图纸弄到手，潜入鬼之岛的计划就会顺利进行。可没想到工头已经把图纸给抵押出去了，这可惹火了弗兰奇。我这跟你屁颠屁颠的干这么长时间的工作，你以为是为了什么呀？弗兰奇当场和工头决裂，走上了寻找图纸的漫漫长路。找了好久好久，弗兰奇终于打听到图纸目前就在9里花之都大车城。一条极为爆炸的消息，大车正在与世界政府的谍报组织 CP0 做着军火交易，真是讽刺。世界政府用来打海贼的武器，居然是从海贼手里购买的。在这之前，一直是多弗朗明哥在暗中做中间人。多弗朗明哥垮台后，世界政府只能自己出面和合着国交易。大师看起来对 CP0 毫无惧意，而且还变本加厉的和 CP0 谈起了条件，不仅要战舰，还想要贝加庞克博士。CP0 当然不会答应，立即回绝了大蛇。大蛇化身成8级大蛇形态，震慑 CP0。他说道：“不管是海军还是天龙人，加起来都不够我们打的。我的背后可有凯多撑腰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我是谢梦君，咱们下期见。”